我觉得最好看的是，找到，有位置哎，找到位置。那现在就来说说我在矽谷 Google 工作6年来这个日本办公室的感觉。首先就是大家也知道我这一年又换了一个组嘛，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还有点想要放弃当工程师，就常常觉得这好像不是自己非常擅长或者是喜欢的领域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也没有找到比当工程师还要更擅长的事情去做，所以这一年就跟以往一样吧，尝试很多，然后也还不太确定未来的方向。我只知道我对可能心理学啊、心理成长有兴趣，然后因为我前几个月不是报了那个心灵成长相关的讲师的训练嘛，然后最后也通过了嘛，所以就等于是可以在 Google 内部教学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从这方面先开始，看看自己对于教别人心灵成长，或者是教别人情绪智商这方面的事情有没有兴趣。对，然后我明年初会先在 Google 内部开第一次我上课这样子，对，看看对这方面有没有兴趣。然后工程师的话就且走且看吧，我感觉我对于很多事情处在一个看开了吗的情况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是一方面就是看到很多同期进入 Google 的人，他们都 level 都已经比我高了嘛，然后就会常常觉得说自己在干嘛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想要升职，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还蛮矛盾的，就是因为我知道，就比方说我看到我的 tech lead， 他们比我高一个 level， 那他们平常要处理的事情其实是还蛮复杂的，再加上他们也常常，比方说要去争取 project 啊，或者是跟其他组的人吵架啊之类的，然后要 scope project 等等，他们其实要做的事情，我仔细想想，我有没有能力去做那些事情，就觉得maybe 就是透过训练，因为当然我如果没有训练到那种程度的话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升职嘛。那透过训练的话，我应该也是，就假设我真的升职了，那就代表我有那些能力嘛。但是至于我有没有很有兴趣去做那些事情，坦白说，你现在问我，我也不是很知道，因为我就像我现在是一个 L4 的话，就是每天写程式啊，然后别人叫我干嘛我就干嘛，然后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不用负责任的，就是你只要有做事情就好。就是这个 project 如果方向不对，或者是没有办法 launch，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 L4 要去担一个责任，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L5 的话，你需要做很多决策，对，所以就是反正我也升不上去，然后2就是看到反正升上去其实也蛮辛苦的，然后我就现在就比较看开了吧，就觉得反正我就是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，然后对啊，当工程师这件事情就且走且看吧，对，我还是非常珍惜，就是有机会可以当6年多的工程师，对，然后对于其他的兴趣也是还在摸索当中，所以结论就是继续当工程师，直到不能当为止，或者是直到我改变心意为止，但目前为止就是看看吧，对。大概是这样的感觉，反正今天来也是突如其来，拍也是突如其来，所以就随便讲讲内心的想法，然后加上年底嘛，总是会有点 emo， 对。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想说真的很想辞职，就是觉得有很多其他事情想做，但是说真的，所谓的其他事情，比方说做 YouTube 或者是跳舞或者是怎么样，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做的比我当工程师还要来得好。我现在就有点一个在鸡生蛋，蛋生鸡的一个循环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足够的，就是当然我下班的时间算多，但是比方说你扣掉吃饭、扣掉洗澡、扣掉耍废什么，就是还有工作给你带来的劳累，你实际上能够 focus 真正做你想做的事情的时间，可能大概也就是1天吧，我觉得顶多2个小时，好，最多3个小时。然后周末的话，假设你跟我一样，就是不会去滑雪，不会去爬山，不会去干嘛，然后就是真的是全心全意做 focus 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面的话，那1天其实你真正的 focus 也顶多4-5个小时吧。对，那其实说真的，就在一个正在工作的 context 下面，要能够 explore 的时间其实是偏少，而且你想还要 context switch 什么的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说，假设我今天，因为我觉得我辞职的条件是我找到一个我想做，并且我做的比现在当工程师还要来得好的事情，就either 是比较有成就感，或者是可以赚比较多的钱。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可能比较重要啦，就是可以赚比较多钱是次要，只要养得活自己就可以。对，但是就是基于这个 context， 就是说我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工作，并且不是工程师，我才要辞职的话，那现在因为我现在又在上班，然后就没有那个时间可能去 explore， 或者是把一个
另一个东西做得到这么好的程度，所以就有一点不知道这一个闭锁循环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没找到，所以不能辞职，但是如果没辞职就很难找，就大概是这个感觉。对，所以反正大家不是说有个俚语叫 Golden Handcuff 嘛，就是现在就有点这种情况。而且因为现在在矽谷工作嘛，也要背房贷什么的，就没有那么自由自在啊，就不是什么东西都免费的嘛。然后矽谷的东西都贵，所以说现在就是且走且看吧。我就觉得把握每一个瞬间，把当下能做的事情做好，然后反正就没被 lay off 就继续当工程师，然后过现在的生活，然后想办法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，然后又做得好的事情去做。对，但是假设今天好巧不巧被 lay off， 那我就专注于去做原本那些我想要去好好做的事情。对啊，如果之后还有想要回来当工程师的话，那也是一个转变啦，就等于是说我可能经历过这个叫什么现实的洗礼，然后最后还是决定要回来当工程师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对啊，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 concern，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面试成为工程师的，因为你们知道，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那时候状况很好，所以就是开的缺很多啦。所以坦白说，我觉得我也不是说多顶尖才进来，就是纯靠运气。对，所以那时候运气好进了公司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工作6年，我是去了很多组，然后也学了很多东西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说我要具体讲出我学了什么东西，或者是说你叫我现在去刷LeetCode，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。所以我另外一个不敢辞职的 concern 是，我很担心我一旦辞职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办法面试回来当工程师了。就是我是在一个这么悲观的情况嘛，对，然后加上现在情势也不是很好嘛，也有很多人比我更努力啊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纠结吧，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去辞职这样，所以这就是最近的心境啦。然后尤其到年底又会更加 emo。那我相信到明年年初的时候，我又会帮自己设定更多美好的目标。然后年初的时候总是特别有干劲嘛，所以对啊，就 emo 一下，然后就期待一下明年这样。对，这就是在 Google 工作6年下来，然后来到日本东京涉谷办公室的感觉。那应该就讲到这里吧，我感觉我讲了很多废话，但没关系，我会好好的把它们剪掉的。那就是这叫心情小雨系列，对，在日本 emo 年底的心情小雨系列，然后希望明年还可以再来。我今天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明年这个时话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我身上的这个 badge， 还不知道能不能进来这个办公室呢，所以很难说啦。对啊，就是珍惜现在的工作，然后如果被 lay off 也不要太难过，大概是这样。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好，那我要继续喝我这杯漂浮了。感谢各位聆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救救这个迷途的小朋友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要出去了 ，Google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